永昌2年春，我嫁给了从小喜欢的人。沈氏运宁，永昌2年春嫁入裴氏，时年18，永昌8年秋卒，年24。这一脑袋的钗比盔甲还沉。沈运宁，丞相夫人。空气里有股陌生的香，淡淡的，涩涩的。看得见，却摸不到。永昌铜镜，出土时碎成43片，人为暴力砸碎。端面检出血红蛋白降解物，有人用自己的血写下是他。镜主沈氏运宁，永昌2年春嫁入裴氏，永昌8年秋卒，年24。他念出了我的名字。永昌8年秋，6年，我会死在24岁。有人会把这面镜子砸成43片，然后用血写下是他。不许动！出嫁前，母亲对我说过，这面镜子比你想的值钱，万不可交给旁人。母亲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歇了半天钗环，脖子酸。这镜子养得好，一道裂纹都没有。他说一道裂纹都没有。母亲一直很爱惜。累了吧？早些歇着。还没睡？吵到你了？翻了3次手。有心事？换了地方，认床。慢慢就习惯了。睡吧。碎片上写着是他，到底是谁？6年够长了。昨晚翻了1夜，现在才睡时，我先走了。永昌铜镜修复日志，第2次记录。今天把碎片重新排了一遍。之前说的放射状裂纹没问题，中心点在镜面偏右。第1次砸击力度很大，一下就碎了。但后面还有2次砸击痕迹，已经碎了，还要再砸。这不是失手打碎的，是故意的。砸完1次不够，还要再砸，像是恨不得把它砸烂。一片都不想留。今天找到了副页，后人补录的字迹和正页不一样，上面写了死因、疾病，没有症状描述，没有医者记录，没有旁人佐证，就2个字：疾病。可碎片上写的是他，疾病不需要写是他。疾病没有症状，没有医者，没有人证。他说的对，疾病不需要写是他。有人把真正的死因盖住了。姑娘醒啦，去给老夫人请安，规矩多，路上细说。姑娘怎么不照镜子啊？镜子凉，回头再照。老夫人爱喝碧螺春，姑娘若是带一罐去准没错。还有管事的周妈妈，听说脾气不大好，姑娘留个心眼儿。请安顺利。顺利，老夫人很和气。那就好，让人送了盏雀桃去你屋里，还热着。多谢夫君。裴静之亲手送来的茶，我惯喝的口味，他一样都没记错。可端起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犹豫了。
姑娘，奴婢去厨房问了，这些全是丞相吩咐备的，连苏老要刚宁不散都交代了。姑娘，丞相对你真好。东市新来了个捏泥人的匠人，手艺不错，改天得空陪你去看看。好啊。前几日在书寺翻到的，你小时候满帝都找这本书，闹得你父亲头疼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书司掌柜骗人！别哭了，哭不哭关你什么事？那本书我帮你找。你又找不到。找得到，等我有出息了，第一件事就来提亲。父亲被参了一本，是他连夜写折子辩驳。母亲病重，帝都最好的大夫请不通，是他敲开了门。连我在铺子门口多看了一眼的荣花都在。那本书后来找到了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6年，他把我所有细碎的喜好都记在心里。这样的人怎么会害我呢？这里面住着谁？空的，堆了些旧物，不常用。哦，堆旧物的院子为什么要换新锁？夜风凉了，回去吧。今天累了吧？早些歇着。你也早些歇着。晚安。他为什么停了那一下？新锁，还有刚才那一停，我都记住了。上次你告诉我怎么死的，这次呢？永昌铜镜后续检测报告：对碎片进行微量元素分析时发现异常，镜面残留有一种慢性毒素，与文献记载中的青鸾草又名七年枯，无色无味，经皮肤渗透入体，长期微量接触可致气血衰竭、脏腑慢损。中毒者初期无任何异样，3到5年后才显现症状，乏力、面色苍白，时常昏厥，最终油尽灯枯。毒素渗透深度和氧化层一致，说明在铜镜使用期间，镜面上就已经附着了这种东西。换句话说，镜主每天对着这一面铜镜梳妆，手指接触镜面，日复一日，就是在慢性中毒。青罗，姑娘，我想看看府里的采买都用些什么。你去厨房找管事婆子，把这个月的采买清单抄一份回来。采买清单？嫁进来总要管家的，先熟悉熟悉。姑娘想得周到，奴婢这就去。姑娘，抄回来了。翠萍香，没听过，咱们沈家没用过这个。这个啊，裴府各院都在用的，挺好闻。夫君，请店里的香薰的怪好闻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在沈家没用过。翠萍香，裴家几代人用惯了的，岭南湍制的，外头买不到。怪不得，闻着和外面的确实不一样。涩的。姑娘，夜里凉。青罗，哎，去库房看看翠萍香，看看有几罐，什么颜色，别惊动旁人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怎么了？姑娘，翠萍香在库房里分了2罐，一罐颜色浅，标签写着各院通用；另一罐颜色深得多，锁在内柜里，标签上写的是
主院专供。管库房的婆子说，这罐深色的是新婚第5天才送进库房的，之前主院用的跟各院一样。新婚第5天，恰好是裴静之开始歇在书房的前1天。不许抖，今天的事不许跟任何人提。奴婢明白。去睡吧。他先搬走，然后换香。不是因为公务忙，是因为这间屋子要变成牢笼了。之前发现的血书做了笔记分析，结果出来了。书写特征：指尖蘸取，不是笔，是直接用手指写的，力度不均匀，起笔重，收笔拖。写的人在发抖。笔迹比对，与镜主沈玉宁墓志上的署名字迹高度吻合，是他自己写的。临死之前用自己的血，写完之后亲手把镜子砸碎，砸一下不够，又砸了一下。是他，他到死都在控诉一个人。补充检测：镜面毒素青鸾草与翠萍进行成分比对，两者同源。翠萍香的主要原料就是青鸾草，低浓度入香，气味清幽，安神助眠，无害。但高浓度长期接触即为慢性毒药。同一种东西，给少了是香，给多了是毒。姑娘，该梳洗了。青罗，今天去街市跑一趟。买什么？梅花香，多买些。可府里有翠萍香。翠萍香不用了，买梅花香。是。姑娘，这些翠萍香要不要留着？不留，全清掉。这些天我们一直在闻这个。终于干净了。夫人，丞相吩咐厨房做的红豆酥，让奴婢给您送来尝尝鲜。替我谢丞相，辛苦周早了。咦，换香啦？翠萍香腻了，换换口味。梅花香清淡，闻着舒服。未来的我用血写下是他，然后把镜子打碎。2个字太少了，没有名字，没有罪状。1000年后有人拼起来，也没人替他翻案。这一次，我不写字，我留证据。裴氏自永安年间起，连续7代出任宰相，7位宰相，7位原配夫人。无一人活过35岁。夫人，梅花香性子太寒，这时节容易犯头颈，奴婢擅作主张换了回来，您别怪罪。周嫂，这间寝殿是谁住的地方？自然是夫人您的。那里面用什么香，吃什么茶，该谁说了算？我嫁进裴府，这间寝殿就是我的地方。我用什么香，穿什么衣，吃什么饭，由我做主。没有问过我就擅自做主的事情，不要有第2次。夫人说的是，奴婢记下了。他换回来了，有人不想让我停。告诉我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在查阅镜主资料时，我检索了裴氏家族的相关记录，然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对劲的规律。裴氏自永安年间起，连续7代出任宰相，7位宰相。
7位原配夫人。第一代张氏，卒年31；第二代李氏，卒年28；第三代赵氏，卒年34；第六代7位原配，无一活过35岁，死因全部记载为疾病。每一位原配死后，聚贤的家族都恰好是裴氏当时需要的政治盟友或财路来源。200年，7条命，7桩联姻。我还找到了裴氏族谱旁注里的一句话，疑似家训：妻者，乔也。乔成则度，度必则妻。200年，7个女人，我是第8个。夫君，今日想回趟沈家看看父亲。好，我送你去。走平稳些的路，别颠着夫人。是真心送我回娘家，还是为了监视我？我分不清。我在外面等你，不急，跟岳父好好说说话。瘦了。半个月来，第一盏不用犹豫的茶。裴府的花开得好，庭院里的海棠正盛。丞相待我很体贴，处处都想着我。管事的周嫂也利落，府里井井有条。寝殿里的熏香味道很特别，什么香？翠萍香，裴家用了好几代了，岭南特制的，外边买不到，浓得很，我闻不惯，换了梅花香。可周嫂又给换回来了。你母亲在的时候也爱用梅花香。对了，你母亲留给你的嫁妆都收好了？那面镜子她宝贝了大半辈子。收好了，锁在香笼里。锁着好，有些东西放着比用着安全。棋盘上的子要想翻身，先得让对手以为你还躺着。跟岳父聊得开心吗？他气色不错，我就放心了。东市那个捏泥人的匠人还在，改天去看看。好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让他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青罗，姑娘，这把梳子你换过吗？没有啊，奴婢今天一直跟着姑娘，没碰过妆台。你看看梳齿，看着跟原来那把一样啊。母亲把用了10几年，梳齿上有一道磨痕。没有磨痕，这是新的。我们出门不到2个时辰。姑娘，是谁换的？别声张。谁问起来，就说一直用的这把。奴婢明白。补充资料：根据裴沙族谱及地方婚书档案，裴敬之在沈玉宁死后8个月，续袭江陵崔氏，嫡女崔婉清。崔氏控制江陵沿路，是裴氏扩张的关键。这桩婚姻又是一座桥。8个月，我尸骨未寒，他就娶了新妻。崔兄、婉清一路辛苦。裴相客气。裴大哥，好久不见。裴大哥小时候教我下棋，我到现在都只会他那一套路数。那是你懒，不肯多学。上次见面还是3年前吧，裴大哥给我寄过一匣子江南的糕点，甜得我牙疼。你不是最爱吃甜的？嫂嫂，日后常来叨扰，可别嫌烦。不烦，都是自家人。嫂嫂跟裴大哥感情好吧？他从小对人好，对您肯定更好。他很体贴。
府里下人都听嫂嫂的话吧？都还好，周嫂管家利落。嫂嫂平日都做些什么呀？会不会闷？读读书，走走园子，日子过得慢些也好。嫂嫂，今天叨扰了，改日再来看您。好，随时来。一口一个裴大哥，哪有外人这么叫的？您不生气吗？去查一件事，崔婉晴手腕上有伤痕，看看是什么时候的，因为什么。手腕上，我是第8座桥，他是第9座。姑娘，神府来人了，说老爷近日身子不适，想见见您。替我去跟丞相说一声，我想回趟沈家。岳父身子要紧，多陪陪他。这2盒补品带去，替我问岳父好。多谢夫君。没有拦，补品也备了，笑容也到位了。越是不拦，我越要小心。这是我的学生陆廷安，去年的进士，如今在御史台当差。学生见过沈夫人。廷安这孩子前些天替我跑了趟腿，差了点东西，我让他当面跟你说。你们聊，我去吩咐厨房加个菜。沈夫人，恩师让我查裴氏，我跑了几天，摸到了一些东西。裴氏的根基不在朝堂，在前，他们控制着北方最大的3条商路：盐、铁、茶。每年过手的银子比朝廷半年税收还多。朝堂上的官位能撤能换，但商路不行。商路是命脉，银子是根基。要动裴家，不能从官位动，得从商路切。沿路的账目我已经查到了线头，但铁和茶的还没摸到。恩师说先把已有的告诉您，后面我继续查。辛苦你了。沈夫人，恩师让我来不只是传话，您若遇到什么难处，可差人找恩师管告我。我官小，人也笨，但这些事我不怕。此子嘴笨人直，但胆子大，靠得住。嫂嫂，我又来了。我去园子里转转，坐久了腿酸。手腕上的伤越来越多了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奇怪，第17号碎片的断裂纹比上周测量的数据浅了一点，应该是测量误差吧。记录一下，后续观察。额外发现，在查阅裴氏续妻资料时发现，第2任妻子崔氏婉清，永昌11年病故。墓中出土家书题稿一封，内容为向娘家求救，原文残缺，日夜被翠萍香熏得头疼难耐，恳请兄接我回家。这封信从未寄出。翠萍香跟我一样，她也会死。裴大哥，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下棋吗？我到现在都只会你那套路数。那是你不肯下功夫。尝尝这个，厨房新做的，味道不错。这碟凉了，奴婢给崔小姐换一碟热的。他在保护崔婉清，不让她碰我的点心，因为崔婉清还不能死，她还没嫁进来，还有用。怎么了？嫂嫂，风迷了眼，没事的。风凉，别坐太久，快回去休息吧。
青罗，查2件事。第一，崔婉清手腕上的伤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因为什么？第二，盯着崔家哥哥跟丞相的来往，看他们私下见过几次面，都避着谁？是。查到了。崔婉清手腕的事没查到太多，他身边丫鬟嘴紧。但第2件事，崔恒来裴府4次，2次单独跟丞相密谈，周嫂亲自守在门外，连送茶丫鬟都不让进。出来之后呢？每次密谈后，崔恒脸色都不好，但第2天又来了。崔家有盐路，裴家有商路，2家联手，朝廷半壁财路就捏在手里，而把这2家绑在一起的，就是崔婉清。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辛苦你了，去歇着吧。崔恒知道妹妹要嫁进什么地方，但他没有拒绝的余地，跟我父亲一样，身不由己。只不过父亲留了底牌，而崔恒连底牌都没有。姑娘，您气色好多了，脸上有血色了，走路也不喘了。铜镜怎么不用了？不好用，照出来人影发黄，不如铜盆里看得清。什么时候开始不用的？嫁进来没几天就不用了。妆台上不是一直摆着吗？最近回沈家回的勤。父亲身子不好，做女儿的挂念。岳父身体不好吗？我怎么听说他前几天还去了翰林院当值？去了一趟回来就不行了。大夫说让静养，我不放心，多跑2趟。你孝顺，这是好事。你的脉比以前有力多了。周嫂熬的补药，我看这几天都没喝，端过来盯着你喝了。好好休息。又一份。怎么了？姑娘，今天厨房突然换了人，周嫂亲自叮灶。然后呢？我跟以前灶上那个婆要打听，她说昨晚丞相把周嫂叫去书房谈了很久，出来之后周嫂就开始清点您这半个月的起居，换了什么香，锁了什么东西，哪天回的沈家，一样一样的记。还有呢？那婆子还听到半句话，说是若她知道了什么，就把时间提前。她要提前，那我也得提前。青罗，又换了。他知道我换过，他没有声张，没有追问，只是安静的再放一把新的上去。姑娘，怎么办？他换几把，我就收几把，每一把都是证据。今天用 X 光扫描镜背的时候，发现了异常。鸾凤纹下面还有一层纹路，肉眼完全看不到，被凤尾的线条遮住了。放大之后确认，是一张地图，标注了一个叫青丘的坐标，旁边有小字：沈氏存粮30万石。30万石藏在镜子里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他能听到就好了。我会告诉他，你不是一个人，隔了1000年，有人在替你拼碎掉的东西。花纹底下藏着一张地图，30万石粮食。母亲，这才是你说的。这面镜子
比你想的值钱，万不可交给旁人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你给我留的最后一条退路。够了吗？还缺一样，能证明裴崔两家勾连的直接证据。姑娘，丞相今天说月底送崔小姐回江陵待嫁。待嫁？嫁谁？没说嫁谁。不用说，等我死了，她就嫁进来。送她走是为了避嫌，续行人选不能提前住在丞相府，传出去不好看。他要先把她送走，再腾出手来对付我。他一回江陵，裴翠之间的密信我再也拿不到，最关键的那块拼图会跟着他一起消失。半个月，不只是救他，也是救我自己的棋局。去外面守着，我们姑娘家说几句私房话。是。嫂嫂今天好雅兴。你闻闻这两样东西，闻不出什么味道，像是香料。都是翠萍香。左边这包颜色浅，裴府各院通用；右边这包颜色深，主院专供，只有我的寝殿在用。同样的东西，浅的是香，深的是毒，长期接触会气血衰竭，3、5年后疾病而亡。裴家前面7任原配夫人，全都是这么死的。嫂嫂，你在说什么？裴大哥他上个月是小宴，我把自己面前的点心推给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周嫂冲上来，把碟子换走了，你当时没注意，但你仔细回想，他是不是抢的？这碟凉了，奴婢给崔小姐换一碟热的。他不让你碰我的点心，因为我那份里可能有东西，而你还不能死，你还没嫁进来，还有用。你在骗我。裴氏家训：妻者，乔也。乔成则度，度必则弃。200年，7代丞相，7位原配，无一活过35岁，每死一位。续弦的家族恰好是裴家需要的新盟友。你娘家控着江陵沿路，裴家要的是这条路。每死一位，续弦的家族恰好是裴家需要的新盟友。你娘家控着江陵沿路，裴家要的是这条路。我是第8座桥，你是第9座。你不信我，可以自己验。你哥哥书房红木书案第3个抽屉，左侧暗格，打开看看，里面是不是有裴家送来的聘礼清单？上面写着你的名字，日期是永昌3年春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哥哥跟裴敬之密谈的时候，以为没人注意，但丞相府里的墙会说话。你今天回去自己开那个抽屉，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再决定要不要帮我；如果是假的，你去告诉裴敬之。安格格有聘礼清单，我翻了他整个书房，还找到了这些裴家跟崔家的往来密信、商路分成、联姻条件、续盆安排，全在里面。你要我做什么，嫂子？2个被当作桥的女人，在满园芍药花下握手。姑娘，陆大人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他去查账，回来被人劫了，肩上挨了一刀。人呢？听说他浑身是血进了御史台，交了税册，才让人去找大夫。裴家动手了。姑娘，咱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？不能去。可是
丞相夫人去探望御史台一个小官，传出去，裴敬之立刻就会起义。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，一步都不能错。去药铺买最好的伤药。他怎么说？看过纸条，没说话，把纸条收进了怀里。就这样，没说别的。他问了一句：“夫人还好吗？”他让我把这个带回来。裴敬之温柔了10几年，我分不清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。陆廷安只见过几面，为了查裴家的事，差点丢了命。有些人的真心是算计出来的，温柔里裹着毒，体贴里藏着刀。有些人真心是用命换的，浑身是血，先交税册，收到6个字就折好放进怀里。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入冬前，大朝会，文武百官悉数在场，1年里最大的朝议。父亲说过，要扳倒一棵200年的老树，不能在暗巷里动手，要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连根拔起。最后一次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43块，全部拼完了。但是有一小块缺口，怎么都找不到对应的碎片。缺口处做了成分检测，检测到了人骨骨粉。也就是说，砸镜子的人砸得太用力了，手骨崩裂，碎骨嵌进了铜的裂缝里。骨粉密度分析结果是男性。砸碎这面镜子的人不是沈云宁，是个男人。铜镜不在官方封存的陪葬品清单上，也就是说这面镜子不是正式的陪葬品，是有人偷偷砸碎之后又放回了墓里，砸碎了又放回去。不管他是愧疚还是疯狂，事后的悔恨不值一文。还有一件事，3个月的检测数据出现无法解释的变化。第1周毒素浓度 0.73， 第5周降到 0.41， 现在只剩 0.12。 碎片断裂纹也在变浅，照片对比分毫不差，不是角度问题。碎片在自己愈合，这不科学。要么是仪器出了问题，要么……算了，先记录下来吧。他砸碎了你，砸到骨头都碎了，他砸到自己骨头都碎了，还要再砸。砸完之后又偷偷放回了我的墓里，毒素在降，裂纹在愈合，每做对一步，那头就修复1分，但还不够，0.12不是0。10天后，大朝会，所有的账一起算。连夜送去神府，转交陆廷安。是，告诉他37条罪状，每一条附什么物证，用什么顺序呈上去，全在里面。让他照着写奏章，他嘴背但脑子清楚，写得出来。是。3天后，所有的牌一起摊。永昌3年冬，大朝会。这一天，
该来的人都来了。臣监察御史陆廷安弹劾当朝丞相裴敬之。裴氏控制盐铁茶3条商路，偷套税银。永昌元年，盐路税差14000两；永昌2年，铁路税差21000两；茶路3年合计税差47000两。每一条付物证编号，每一笔有账册对应。陆御史说裴家控制商路，可商路是先帝亲批，有御笔文书为证，何来偷逃之说？至于税册数目，裴家缴税皆经户部核验，若有出入，该问户部，不是裴家。陆御史年轻有锐气，这是好事，但弹劾当朝丞相，仅凭几本来路不明的账册，未免草率了些。裴家经营200年的根基不是白扎的，他一开口，局势就往回拉了半截。然后我进来了。臣父今日不告夫君，告的是裴氏200年的规矩。裴敬之不怕商路的账，因为那些东西扯得清。但他没料到我要翻的不是账，是命案。这是毒物鉴定书，由太医院孟老亲笔出具。翠萍香2罐，一深一浅。7代宰相7位原配，无一活过35岁。死因全部记载为疾病。裴氏家训，斩尽杀绝。这3把梳子齿上都涂了毒，臣父换掉一把，隔日便会出现新的一把，换了3次，3把都在这里。最后一把是3天前裴敬之亲手涂的，涂完之后他还替臣父捏了背角，很温柔。夫人身体一向不好，想来是被什么人蛊惑了。臣请陛下派太医为夫人诊脉。丞相说夫人身体不好，可知道为什么不好吗？臣沈良，翰林院侍讲学士，请陛下过目。此为裴氏7代宰相原配夫人的死亡记录。臣耗时2月，从各地县志、族谱、墓志中逐一核实。7位夫人分嫁于不同年份，来自不同家族。此为裴氏7代宰相原配夫人的死亡记录。臣耗时2月，从各地县志、族谱、墓志中逐一核实。7位夫人分嫁于不同年份，来自不同家族，死因却完全一致，疾病。7位夫人过世后，裴氏续弦的家族无一例外，恰好是裴家当时最需要的政治盟友。1次是巧合，2次是蹊跷，7次是规矩。崔氏晚清殿外求见。裴氏与崔家的往来密信，商路分成、联姻条件、续成安排，全在这里。裴家跟崔家商量聘礼的时候，沈夫人还在替他熬药，他们在分一个活人的嫁妆，而那个人还以为丈夫爱她。这张200年的网，今天收了。裴氏抄家。白纸黑字，200年的规矩，200年的账。我去了大牢。
200年世家养出来的骨头，到了牢里也弯不下去。来了，商路的事我认，家训的事我也认，但翠萍香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自认做的天衣无缝。你不需要知道。也是，知道了又能怎样呢？你换梳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察觉了。第一把换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巧合；第二把换走，我就明白了，你什么都知道。我当时想过停手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？我7岁那年，父亲带我去祠堂，让我跪在家训前面抄了100遍。七者桥也，桥成则渡，渡必则起。我抄到手腕都肿了，问父亲为什么要背这个。父亲说，你是裴家的长子，裴家的长子不需要有妻子，只需要有桥。我抄了100遍，抄到后来真的信了。可是玉宁，我给你涂第一把梳子的那天晚上，替你掖被角的时候，我忽然想，如果我不是裴家的长子就好了。他说的也许是真话，冷静的如同旁观者。7岁抄家训的孩子是可怜的，可27岁亲手给妻子荼毒的丞相，不值得可怜。可怜和可恨长在同一个人身上，不能因为可怜就忘了可恨。玉宁，我最后问你一件事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恨是留给在乎的人的，我已经不在乎你了。从今往后，沈玉宁与裴氏再无瓜葛。那我也问你最后一件事，你少年时塞给我的那些糖，是你自己想给的，还是家族安排的？糖是我自己想给的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饭做好了。北山粮仓30万石，母亲留给我保命的底牌。你母亲攒了大半辈子，我不打算保命用，留着，等该用的时候用。回头跟你母亲说一声，她知道了，怕是要心疼，但不会拦你。她要心疼，让她来骂我。县主之位，封地之利，朝廷这回赏得不轻。我想用封地的收益办一间学堂，教什么？读书、识字，学一门养活自己的本事，只收女学生。你母亲要是听了这话，怕是睡着了都要笑醒。那就叫清辉女学，母亲闺名里的。我用封地的收益办了一间学堂，专收那些被家族当棋子的女子，被许配给不认识的人的，被关在后宅不准读书的，被当作桥用完就扔的。第一个学生，嫂嫂，不对，该叫先生了，叫嫂嫂就好。姑娘，又有3个学生逃课了。沈玉宁，我家没有翠萍香，
没有家训，没有200年的规矩，只有一间漏雨的老宅和3亩薄田。但有一句话，从第一次见你就想说了。你说话像写弹劾奏章。那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都看什么看？回去念书。他说，隔了1000年，有人在替你拼碎掉的东西，他替我拼了，而我自己也拼回来了。第1周，43篇，满桌子全是碎的。第3周，拼到那2字时，我手都在抖。第5周开始不对劲了，裂纹变浅，我以为是自己量错了。第8周，毒素浓度直接掉1半，硝3变仪器没问题，我到现在都解释不了。最后1周，拼接缝没了，毒素几乎归零，就好像它自己长回去了。木簪1支，簪身刻一个安字，用途不明。怎么会用途不明呢？一面铜镜，1支木簪，在同一个墓里躺了1000年，有人特意把它放在那儿的。3个月前它碎成43片，现在完好如初。有时候加班到深夜，我会觉得镜子另一边有人在看着我。有一次好像听到很轻的一声多谢。如果真的有人在听，你做到了，这面镜子没有碎。编号永昌铜镜修复完成，归档。终于还是走到了这里。沈院子，镜不可欺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是，镜子不会骗你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它就照出什么样的你。